给了我怕光的眼，同赤裸。是凉的，是暖的，我只能仅凭直觉揣测。爱情是如雨，造化我。情丝缠执着。我不为这世间众生如何待我，冲破挣脱，何以变成些善恶？曾有片刻碎落，以爱问向日河。我的存在不会因情节而予以残破。那小姐先好好歇歇，春桃旧宿在隔壁，小姐有事唤我就好。爹爹，我在这边已经安顿下来了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魔神我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现在还不能杀了他，来改变魔神临世的宿命。不过，好在他现在还只是个柔弱的凡人，罚他在冰天雪地里跪着，先让他吃点苦头好了。起风了，今年一定非常难熬。外面风声这么大，他不会有事吧？爹爹、昭幽伯伯、大师兄，我这么做没错吧？他还真一直跪着呀。我什么时候睡着的？小姐，你醒了？昨夜那大风吹得跟狼嚎一样，您睡得可还安稳？哎呦，他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你看到了吗？这都第3日了吧？你可真够硬的！哎呀，得罪了二小姐，没她好果子吃。肯定是装的。这里每个人都那么讨厌他，他要是不装的可怜一点，日子会更不好过。谢谢，
谢谢叶小姐，叶小姐真是活菩萨。这么多年来，每逢初一十五都亲自来周棚施粥，雷打不动啊。赶明儿我也去庙里求一求，保佑他和六殿下早点成亲，生他3、5个小王孙。不用谢，小姐，六殿下昨夜派中太送信来，说他今日休沐，会来周棚帮忙。这算算时辰也该到了，你把勺子给我，快去打扮打扮。不用了。对了，拿好了。中太跟我说，昨日他们去练兵，在城郊遇到了2小姐，那个仆妇还不肯放过六殿下，不可口出恶言。不用谢，二妹已经嫁人了，此番胡闹，怕是以后在京中的名声更加不堪。你听来的这些闲话，也不要去祖母和爹爹他们面前说。小姐，你还替他担忧什么呀？你前些日子被他推得坠了湖，还染了风寒，老爷他们不也没罚他吗？以后不许再提此事。打好了，谢谢您，叶小姐。不用谢，把这边都清扫一下。六殿下到。我该回去了。冰城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见一面，这就要走了。已是日渐黄昏了，再不回去，怕是要被家中长辈责怪，失了体统了。我这些日子在城外练兵，圣国的军营有一大半的规矩都是叶大将军定的。等回了城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，没想到啊，还有你们叶家的规矩等着。殿下说笑了，叶家规矩大，冰长自幼习惯了。叶家规矩再大也没有2小姐大，就连景国的质子都要被他罚去贵宾了。澹台烬去贵宾了。哦。澹台烬虽是质子，却也是景国的王子，叶惜物怎可如此折辱？罢了，与那刁蛮之人全无道理可讲。你坠湖之后身体还未大好，今日早些回去休息吧。也罢，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你那个恶毒的夫人，已经罚你跪在这里4日了。这样下去，你真的会死的。他是真心要置你于死地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二小姐，二小姐。二妹妹，我知道方才在湖边，你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。大姐，今日六殿下来看你，你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落汤鸡，感觉如何呀？二妹妹，我平日和你无冤无仇，何必苦苦相逼呢？这话你和六殿下去说吧。我真不知道你学了什么狐媚之术，把六殿下迷得团团转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还有那个毫无夫德的澹台烬，竟也被你勾引。既然他那么爱出风头，我就让他出个够。冻死了，也不过就是过去跟祖母说一声。叶冰长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再怎么折腾，过不了几日，澹台烬一定会死。只要你们都不出现在他面前，六殿下就只能喜欢我了。真是个狠毒的恶妇！有人过来了。这府里怎么总是乌鸦飞来飞去的？真是晦气。好像姑爷来了以后就一直这样。太阳又落山了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再跪下去，他可能真的活不过今晚了。他是死不足惜，可是如若血骨复苏，麻烦就大了。姑爷，对不起啊，六小姐。
在这里赏月，弄湿了您的衣裳。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天这么冷，澹台剑全无修为，衣服又湿透，他顶不住的。二小姐，天寒地冻，请回吧。不用劳烦你亲自来监看我受刑。谁说我是来监看你了？我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，免得还要我替你收尸。我便是死了，又何劳二小姐亲自来为我收尸？这世上想要看到我横死的人，多如过江之鲫，说不定到时候会成群结队的来向你登门道贺呢。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可怜你了？可怜我？不行，小魔神已经动蔫了。再这样真的会死。算了，以后有你报应的。这斗篷难看死了，我不要了，送你了。二小姐的衣裳，我不敢领受。若是二小姐不喜欢了，明日叫春桃拿去扔了便是。你。二小姐还有何事？看吧，李苏苏，这小魔神根本没血没肉，你明明可怜他，他却还阴阳怪气。但凡这魔头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能给他一丁点善行。有这好心，不如多去喂喂狗，感化感化山匪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小魔神死不足惜，可3界4周的性命还都压在他身上呢。哎，澹台烬，你不要装死啊！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可怜你。这个景象似曾相识，难道他就是在这里死去，然后化身成魔了吗？澹台烬，澹台烬，醒醒！春桃，春桃！小姐，是你叫我？我叫你，快进来。哦。小姐，是你没醒还是我没醒啊？你说什么胡话？赶紧去烧洗澡水，越快越好，救人要紧。哦，快一点！哦，小姐，你方才怎么跟姑爷抱在一起了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那人间的夫妻不是理所应当同床共枕的吗？人间？快看看洗澡水烫不烫？哦，好。小姐，水不烫了。春桃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小姐。这些伤是被叶夕雾打的吗？早知道小魔神弱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也不会赔上4周3界的前途来跟他赌这口气。快缓过劲儿来吧，拜托拜托，你可是魔神，为了4周3界，
你也不能死啊。澹台烬，你真可怜。又是你，每次当我濒死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。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，你就在我的身体里。你想要它吗？还不是时候，不要着急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？是啊，20多年来，这副身躯给了你什么？只有疼痛、饥饿、寒冷、屈辱，还有受困于人。有朝一日，你可以摆脱这副肉身，将灵魂奉献给我，然后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。无所谓，不管是这副身躯，还是什么灵魂，你若想要，随时都可以拿去，我不稀罕。澹台烬，耐心些，你要尝尽人间的苦楚，汲取无尽的怨恨。你背负着命定的诅咒，注定不得善终。当你的痛苦达到巅峰，生命走到尽头时，我会来接受你的献祭。原来500年前人间的月亮这么明亮，可惜自魔神离世，到处都是浊气。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过月亮了。生为魔胎，身负邪骨。这邪骨究竟生在何处，长什么样子啊？究竟哪一根才是邪骨？没摸出哪块骨头有什么不同啊。你在做什么？你醒了。叶希雾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你管我玩什么花样？你既然醒了，就赶紧起来穿衣服，别泡在水里面装死。去哪儿啊？去湖面，还没有天亮。哎，你不能去！你给我站住！今日不许去了，以后也不用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天天跪在外面人来人往的，不是丢我的脸吗？那真是抱歉了。我累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不要跟我说话。爹爹，你们送我过来时肯定想不到，你女儿要和魔神睡一个被窝。你站着干什么？快点做，做完我也要睡觉了。做什么？当然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你不记得了？不妙，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。我记得呀，我怎么可能会忘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有点口渴。
春桃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每天晚上和谭台烬都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打他呀！啊？自从小姐你嫁给姑爷之后，便心气不顺，所以每晚睡前都要抽姑爷一顿鞭子才肯解气。这是变态吗？啊？你鞭子放哪儿了？就放在小姐你褥子底下。要抽多少下？这可说不准，看小姐你心情吧。这么长的鞭子，叶希武，你果然是个变态。李素素，你从前斩妖除邪，眼睛都不眨，抽鞭子有什么下不去手的？这一鞭，你且替500年后的魔神受着。魔神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如今他还不是魔神，任打任骂，逆来顺受，欺负他，折磨他，就能阻止魔神降临吗？这样只会让你心中更加难受。我累了，今日打不动了，睡觉吧。谭台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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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台烬！好的，糟了，冰天雪地里跪了4日，还挨了那么多鞭子，凡人之躯怎么吃得消啊？林素素啊，林素素，这回你可闯大祸了！春桃，春桃，春桃，你睡了吗？春桃，小姐，姑爷的药煮好了，还有别的吩咐吗？没有了，这次真的不会再叫你了。你好好去睡。谭台烬，谭台烬，
啊，小魔神已经烧迷糊了，也不知道这人间的草药管不管用。张嘴。怎么还这么烫？小时候我发热，爹爹就是这样给我敷冰帕子的。你终于醒了，我就知道这招肯定管用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去睡了。我真是欠你的。这女人出门上香，莫不是撞了邪，被什么上身了？小姐，昨晚折腾了半宿，怎么不多歇息会儿？谭太进人呢？姑爷除了受罚，平日里会去藏书楼里抄经，今日一早便去了吧？哦，谭太监，这份救命之恩你赖不掉也躲不了，给我好好记住，有朝一日你得拿命来偿。什么时辰？快到午时了。老太太、老爷、大少爷他们已经到饭厅了。二小姐好。这些都是叶希雾朝夕相处的家人们，想留在叶府，得先过了这关才行。这位应该就是申国柱国大将军叶希雾的爹爹，这位应该是叶家大公子叶希雾的大哥，至于这几位，应该就是叶希雾的姨娘们。这位尊荣华贵，应该就是叶家祖母了。祖母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春桃做什么？待会儿连春桃一起罚。糟了，叶希雾，你这个惹祸精，这是又闯什么祸了？过来。糟了，不会是要挨手板吧？你这是想急死我呀！这么冷的天，你连件挡风的衣裳都不穿，就在外面跑来跑去。你们看看，这穿的都是些什么呀？我可怜的楠楠哦，你身边连个能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，到头来疼你的还得是自家人。哎，来，把这个穿上就不冷了。还好只是虚惊一场。这才像个样子。春桃，到库房再领几张皮子，给你家小姐多做几件冬衣。是。祖母，我也想要一领白狐裘。想要？喏，找你爹要去。爹，我要白狐裘。你要个屁！
叶泽宇，你还好意思？身为叶家长子，不知习武练剑，像你二弟一样戍边守国、建功立业，就知道跟那些狐朋狗友去骑射玩乐。就你这副德行，圣都有几个正经姑娘家会看上你？菜都快凉了，快吃饭吧。楠楠啊，坐到你爹爹旁边去。去吧。是。慢点啊。爹。楠楠啊，赶紧尝一尝。爹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所以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你爱吃的菜啊。我听下人们说了，你昨晚又是泡澡又是熬药的，折腾了一宿，肯定费了不少力气。你可要多吃点才行啊！是啊，来，多吃点。哎，多吃点肉，吃这个，别往心里去。这便是书上所说的人间亲情。这全都是给你做的，都是你爱吃的菜。快给他加点那个红烧肉啊！这家人对我很好，豆腐汤也鲜，跟你一样好。昨日里听安定侯府的大夫人提起，说楠楠将冰场推落水的事儿，已经在京城里传开了，各处都在议论。哎，议论就议论，还怕他们不成吧？对他的名声不好。胡闹就胡闹了，楠楠都已经嫁出去了。哎，爹，去年二妹未嫁时，你可是说闹便闹，以后嫁了人想闹都闹不得了。这怎么嫁不嫁，总是二妹有理啊！闭嘴，吃你的饭。叶惜物啊，叶惜物，我算是知道你怎么会是这副德行。我这几日想过了，推大姐落水的事儿终究是我的不对，我今日想去向她赔个罪。母亲啊，楠楠现在长大了，这也太懂事了。我们算懂事吗？心地善良，又有担当，不愧是我叶家的子孙。真是快把叶惜物宠上天了。不过赔礼道歉，我看就不必了。万一冰场病气还未去，被染上，那就不好了。没关系，祖母。祖母说的对。二妹若是来向我赔罪，倒是看清了我们姐妹的情分了。大姐，二妹快请坐。祖母，是我不好，这几日带着病气，未能向祖母和父亲请安。今日施粥归来洗沐一番，没想到却来得晚了，搅扰了大家吃饭，真是该罚。楠楠，听见了没？你姐姐都说了，不用去赔罪了。冰场，坐到泽宇那边去吧。谢祖母。怪不得大师兄，不，萧岭和谭台烬都喜欢她。这样一个美人，脾气温柔，心眼也好，谁会不喜欢呢？谭台烬人呢？怎么没来吃饭？哎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？你总不能天天只吃饭不干活吧？就是啊，不能不干活呀。怎么？哼！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哥几个辛苦了一下午，那还有一大堆主子们用过的碗筷没刷呢。我看您成日里清闲无事，劳您大驾，去把那些碗筷洗刷干净，再吃饭。怎么样？就是啊，对呀，劳您大驾了啊，姑爷。姑爷请吧。哎，去吧，那就辛苦姑爷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吃饭！哎，来吃饭啊！来，帮我吃。哎，我给我，来，我给你，好，给我，哎，给你。
所以谭台烬自从入府，从未和我们一起用过饭，都是在厨房和下人一起。是啊，小姐那么烦他，哪还有胃口吃得进饭啊？不过我听说姑爷平日里也不大能吃饱，下人们都是看人眼色行事的。小姐你平日里怎么做，他们就跟着怎么做。这个魔头，饿他几顿也是活该。可整日里躲得远远的，我怎么盯得住他？厨房在哪儿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有些人呐，他就是主子的身份，奴才的本分啊。就是啊，那叫啥来着？贵人见命啊！贵人见命，过得其实还不如咱哥几个呢，是吧？就是啊，咱哥几个哎，吃饭。这个香，哎，真不错。哎，你们说，就他这种人啊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呀？要我说，不如早点死了算了。叶惜雾平日里就是这样纵容下人们刁难谭台烬的。对啊，死了算了，不如死。去吧。是。哎，哪来的苍蝇啊？大冬天的，这哪来的苍蝇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喝水啊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吃个苍蝇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。哎，你们吃。咱们接着吃，你坐这边。完活了，真晦气。走。哎，二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个谭台烬。谭台烬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们催他去死啊？小姐，我方才让姑爷去刷碗来着，那桶里都是哥几个昨天晚上特地从湖里砸出的冰疙瘩。哦，对了，还顺手泼了姑爷一身水。昨晚没冻死他，但是今天让他多洗会儿，保管他连手指头都能冻掉。而且今天也没给他吃饭，只留了一桶泔水。你们平日里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？人本无贵贱之分，可有人甘愿自轻自贱，一辈子当个奴才，还非要踩在别人头上找那一点乐子？看到别人过得困苦，就这么让你快活吗？小姐，您别当真啊，这不哥几个想替二小姐出气，对您我们肯定是绝无二心的呀。今日你敢对谭台烬这么说，不过是其他无人平议。哪日叶家败落，你们是不是也敢对祖母爹爹对我这么说话？不，小姐不敢，二小姐教训的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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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别吃这个。二小姐，人不吃饭是会死的。这些东西不干净，那些家丁都不知道往里面加了什么，你吃完会生病的。比这个更脏的我都吃过。他们方才那样说你，你连句反驳都不会吗？你一个君王之子任奴仆欺辱，你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吗？羞耻之心，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比起羞耻之心，还是这碗饭来的更重要。叶惜雾，你给我走！没有这口饭，我可能会死；但若有了羞耻之心，我根本就活不到今日。
少废话，跟我走。把这碗饭吃了，然后该干嘛干嘛去，不要整日病恹恹、瘦骨伶仃的，一个不小心就病死了。二小姐这套伎俩已经用过一次了，我若是再上当，便是活该。二小姐，恕不奉陪。坐下。什么伎俩？你把话说明白。二小姐方才问我有没有羞耻之心，这种东西，二小姐你自己怕是也没有吧？好啊，既然你让我说，那我就再说一次。好，你说。半年前，七夕宫宴，你姐姐和萧凛在宫中相会，携手游园。而你呢，你却一心想要拆散他们二人，独占萧凛。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副名为结春蚕的迷药，准备下给冰长小姐与武殿下萧良，想叫他们二人生米煮成熟饭。可不曾想，萧良那日将我拦下。今日宫中宴饮，就连宫女和太监都能开荤，你该不会还饿着肚子吧？啊，也罢，谁让我这个人向来菩萨心肠，这点心就赠予你吧。多谢武殿下。哎呀，真是不巧哈！不知你最近听说没有？近来景圣屡有骄兵，若父王经谁提醒，想起你来，把你杀头祭旗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吧？哎呦，忘了，你喜欢吃碎一点的啊。够碎吗？够了。可我刚吃下不久，就感觉头晕目眩。大将军嫡女叶氏，景国三王子澹台烬佳偶天作，下旨赐婚，以成其美。后来，你将此事原委告知于我，从此，你就以戏弄、折磨我为乐，愈发的扭曲、恶毒。叶修啊，叶修啊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所以这一次，二小姐又在这饭食当中放了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放。是吗？二小姐劳神费力，只为了让我吃上一口饱饭，不行吗？澹台烬，我告诉你，你想把自己饿死，门儿都没有。给我好好看着。
你这回满意了吧？以后1日3餐你都来这里吃，春堂会给你送饭，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不许再给我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。好像真的只是一碗饭。这女人究竟是怎么了？这应该是自打你进叶府以来吃到的第一顿饱饭吧？发现没有，这几日那个女人也太正常了，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也许她想用其他办法折磨我吧，毕竟我人在这边。若是质子死了，叶家也无法脱责。也对，这女人反复无常，这儿确实不能久留。不过离开了这儿，你还能去哪儿呢？哦，对了，我遇上了几只景国过来的乌鸦。景国？真巧，那儿也是我的出生之地。你去过景国王宫吗？那可是天底下最恶心的地方。他们说，他们看见了有巫医在焚烟做法，闻到了病人腐朽的味道，还有焦躁的大臣在朝堂上踱步。大概是景王吧。那个理应被我称作为父亲的人，命不久矣了。可我连叶府都出不去，那些东西也与我无关了。父王，儿臣有要事禀报。灵儿，你来得正好。刚收到急报，澹台无极快死了，他的那个哥哥即将继位，左右留着那个质子也是没什么大用了。儿臣听闻，澹台明朗天生是一副铁石心肠，这个人未必会有顾念手足的天性。杀了质子，恐怕会如他所愿。我的灵儿果然是聪慧啊！如此说来，姑若留着他，便是扎在澹台明朗心头的一根刺。姑稍后便宣澹台烬进宫，姑倒要看看他作何姿态。若他有心，姑不妨助他回去，搅浑景国，再趁乱将他杀了。要是他才薄志浅，姑也就没必要再留着他了。届时找个年岁相当的送去景国，只要澹台明朗信为真，那么真伪有那么重要吗？父王。繁星时，抬眸间，忽然月上缺。红尘时，花三千，大雪零落的眼。侧影时，随云时，怀抱一只蝴蝶。不得是浊水里，把回忆洗一遍，从此不相见。我见过软语开过的花，也算到说梦话。
了满身雅与孤